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包菜搭配西紅柿，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飯菜。首先準備2顆包菜，挑選包菜也是有技巧的。我們最好挑選這種雞心包菜，也稱之為有機包菜。根部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要切掉一小部分。把包菜1分為2，然後再2分為4。接下來切成2到3公分左右的小塊。包菜也称之為捲心菜，富含多種維生素、膳食纖維、礦物質和抗氧化物。豐富的膳食纖維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維持肠道健康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接着用手翻拌一下，把粘连在一起的分開來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成熟和入味。冬天是包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之中最好吃的时候。經過霜打過後的包菜吃起來口感爽脆清甜。接下來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我們要提前把包菜醃制一下。經過醃制過後的包菜殺出了多餘的水分，在炒制的過程中脆而不爛，而且特別的入味。抓拌均勻，醃制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2個通紅的西紅柿。挑選西紅柿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綠色葉子的，這種西紅柿更為新鮮，而且汁水比較多。首先在頂部打上14字花刀，這樣方便去除西紅柿的外皮。西紅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在煮制的過程中久煮不爛，就像塑料一樣，那樣會影響整道菜的口感。加入多一點的開水，把西紅柿浸泡10分鐘左右。這種方法比用火烤更加方便又快捷。接下来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融合。這裡我們要稍微的多攪拌一會兒，攪拌用筷子挑不起來就差不多啦。經過10分鐘左右的醃制，現在的包菜也已經醃制好了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淘洗一下，這樣可以去除表面多餘的鹽分，這樣在炒制的過程中就不會太鹹，而且醃制過後的包菜不容易氧化變色。洗淨之後放在漏篩裡面控水備用。現在的西紅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西紅柿皮很輕鬆的就撕下來了。吃完皮的西紅柿晶瑩剔透，看着也特別有食慾。接下來對半切開，把西紅柿的硬心給切下來，因為硬心比較硬，放在一起炒的話會影響整道菜的口感。西紅柿也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，富含豐富的番茄紅素以及多種礦物質。把西紅柿切成厚片，然後再切成小條，最後切成小丁。我們稍微的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炒出湯汁。全部切好，放在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準備好的蛋液直接倒在鍋中，把雞蛋炒至定型，炒出香味。雞蛋的老嫩程度也是根據個人的喜好。把雞蛋炒至定型，然後再劃成小塊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啦。把炒好的雞蛋盛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
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。接下來把西紅柿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西紅柿炒出湯汁。接着往鍋中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這樣可以使西紅柿在最短的時間內炒出湯汁。這裡我們一定要多翻炒一會兒，把西紅柿炒至軟爛出沙。這是我翻炒了3分鐘左右的效果。番茄的湯汁紅亮濃稠。接下來加入提前切好的薑蒜小米椒，不能吃辣的朋友千萬不要加小米椒。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薑蒜炒出香味。接着把控干水分的包菜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包菜和西紅柿充分的融合。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提前入下底味。因為炒西紅柿的時候已經加入了食鹽，我們就不需要添加食鹽了，加入少量的松茸鮮就可以了。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包菜炒乾水分，炒至入味。接下來加入準備好的雞蛋，再次翻炒均勻，使所有的食材完美的融合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！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阿光的支持和鼓勵。用食鹽醃製過後的包菜很容易成熟，所以我們炒制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用食鹽醃製過後的包菜脆而不爛，吸飽了番茄熬出的鮮汁，紅亮誘人，入口酸甜爆汁，脆嫩爽口，低脂高纖維。包菜可以復味，番茄抗氧化，雞蛋富含優質的蛋白質，用來拌米飯至少能多吃2大碗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感謝您耐心的觀看。